1949年，商人弗兰克·麦克纳马拉正要支付晚餐费，那时他意识到一件可怕的事情，他忘带了钱包。尽管这种情况并不罕见，但麦克纳马拉的回应却是，为确保自己再也不会没有现金，他下定决心发明了大来信用卡。这是一张钱包大小的纸板，允许持卡者在相关的餐厅用餐，并在每个月底结算账单。但他并不是第一个编制借条的人。有证据表明，延期付款系统可以追溯到古代美索不达米亚。在狂野的美国西部，牧场主和农民通常使用金属牌作为信用抵押，而且就在麦克纳马拉的用餐灾难发生前些年，许多百货商店和航空公司已经推出了消费奖励计划和签账卡。但是大来信用卡不一样，在以往的信贷安排中，通常是由一家企业为某个人授信，而麦克纳马拉的信用卡则为用户提供了20多家原本没有关联的企业的信贷。这种去中心化信贷是革命性的，在短短1年内，大来卡就吸引了1万名用户。很快，几家美国银行招募了当地商家，并启动了自己的信贷计划。对于这些商家来说，信用卡提供了更多的业务和前期融资；对于消费者来说，这些信用卡提供了财务的灵活性，让他们得以进行更大额度的消费，只要他们能在每个月底还清，并且银行从每笔交易获取少量费用，从而获利。但是很快，银行找到了另一种从这些卡中赚钱的方法，他们开始允许持卡人以更慢的速度还清债务，以支付额外费用及利息支付。本质上，持卡人可以选择只支付一部分每月账单，而银行会将他们未支付的部分添加到下个月的账单中。即使在早期，这个系统有存在问题。1958年，美国银行向加州弗雷斯诺的居民发送了6万张并未索要的信用卡。虽然此次促销旨在吸引新客户，但它主要导致了猖獗的信用卡盗窃和欠款账单，银行也难以处理由这些信用卡所产生的所有付款文件。尽管初期出现了这些损失，但美国的银行仍然致力于发展信用卡。在那时，银行在本州以外设立分行是非法的，因此邮寄信用卡是吸引州外客户的最佳方式。而且，一旦他们吸引了这些新客户，银行就可以向他们出售住房和用车贷款等大宗商品，这导致银行加倍推广信用卡。银行在早期的计算机上投入了大量资金，从而用于处理收费单，并开始投放广告，承诺提供更奢华的生活水平。如今，信用卡已是一个价值5000亿美元的行业。银行在决定是否批准贷款时，会考虑这些信贷额度，从而激励客户保留多张信用卡。而且，由于大多数用户不会每月全额还清账单，他们积累了众多债务和无休止的利息。到2023年底，仅美国的信用卡债务就超过了1万亿美元。因此，尽管最早的信用卡可能是使用最受限的，然而它们可能是最适合装进我们钱包的。